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情感故事。接下来我将用当事人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整个故事。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啦！我叫林宇轩，是台北一名服装设计师，30岁出头，在业界小有名气。我的人生本该是按部就班的继续我的设计事业，或许找个门当户对的对象结婚，过着台北都市女性的生活。但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，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那是2年前的夏天，我因为一次国际时装设计比赛的机会，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，前往非洲肯亚进行为期1个月的民族服饰研究。这对我的设计生涯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当时我激动得整晚都睡不着，立刻答应了这个任务。哇靠，这也太狂了！我的闺蜜小琪听到消息后惊呼：宇轩，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啊！那边可是非洲诶。我当时笑着回她，别担心啦，我会跟着当地向导，不会有问题的。然而我哪里知道，这一去竟然是我人生最疯狂的冒险开始。抵达肯亚后，我被安排前往一个比较偏远的部落进行考察。当地的接待人是位会说英语的黑人小伙子，名叫马库，约莫28、9岁，身材高大健壮，肌肉线条分明，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。马库是部落酋长的大儿子，他在首都内罗毕上过大学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成为了部落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。欢迎来到我们部落，林小姐。马库微笑着向我伸出手，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，眼睛炯炯有神，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人心。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，这可不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非洲形象。马库身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，既有现代教育的气质，又保留着原始部落男性的阳刚之美。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心动。谢谢你，马库，我很期待接下来的日子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感受到他掌心的温度和力度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马库成了我的向导，带我了解部落的服饰文化、生活习惯以及传统工艺。每天和马库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我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地被他吸引。他的智慧、幽默和体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和愉悦。宇轩，在我们部落的传统里，服饰不仅仅是遮体的工具，更是灵魂的象征。马库一边带我参观部落的织布作坊，一边耐心地解释，每一种颜色、每一种图案都有其独特的意义。我被这种文化深深吸引，更被马库身上那种与台北男人截然不同的气质所打动。他身上有种原始的野性美，却又不失现代人的智慧和涵养。每当他专注讲解时，那认真的眼神总能让我心跳加速。很快，我们之间产生了超越工作关系的情愫。在一个满天繁星的夜晚，马库带我来到部落附近的小山丘上。非洲的夜空比我想象中要壮观得多，无数星星像钻石般镶嵌在深蓝色的天幕上。宇轩，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。马库轻声说道，他的声音低沉而磁性。你美丽聪明，对我们的文化充满尊重和好奇。我感觉脸颊发烫，心跳如鼓。月光下，马库的轮廓显得格外立体分明，他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。马库，我也被你吸引。我鼓起勇气坦白，你与我以前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就在那晚，星光作证，我和马库分享了第一个吻。他的唇温暖而柔软，带着非洲大地的芬芳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仿佛融化在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。1个月的考察期转眼结束，我却舍不得离开。马库向我表白了他的爱意，希望我能留下来。这个决定太疯狂了，放弃台北的一切，留在非洲与一个认识不久的男人在一起。宇轩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。马库握着我的手说，但我真的爱上了你，希望你能考虑留下来成为我的妻子。回到台北后，我辗转反侧，无法忘记马库和那片土地。我的设计事业虽然顺利，但心却早已飞到了非洲。经过3个月的思考，我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亲友震惊的决定：辞去工作，卖掉房子，远嫁非洲。宇轩，你疯了！我妈妈得知消息后崩溃大哭。你知道非洲是什么地方吗？你怎么能放弃这里的一切去那种地方生活？妈，我爱上马库了，也爱上了那片土地。我坚定地说，
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，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。朋友们都劝我三思，说我被一时的激情冲昏了头脑，但我的决心已定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。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满怀的期待，我再次踏上了前往肯亚的航班。马库在机场等我，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决定。欢迎回家，我的爱，马库紧紧抱住我，眼中满是欣喜。然而，当我们回到部落后，马库才向我坦白了一个我完全没有准备的事实。在他们部落的传统中，兄弟共妻是被接受的习俗，尤其是对于酋长的儿子们而言。马库的弟弟塔卡也将成为我的丈夫。什么？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这不可能，马库，你之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。宇轩，我很抱歉没有早点告诉你。马库神情复杂，我怕你会因此不愿意来。但在我们部落，这是传统，也是荣誉。塔卡是我的亲弟弟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。按照传统，兄弟共享妻子可以加深血缘关系，让家族更加团结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塔卡此时走了进来。与马库不同，塔卡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，但他有着比马库更加健壮的身材和更为野性的气质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我的好奇和欣赏。这就是你从台湾带回来的女人。塔卡用当地语言对马库说道。马库为我翻译，塔卡上下打量着我，目光在我凹凸有致的身材上停留。她很美，身材也很好，皮肤像月亮一样白皙。我感到一阵不适，却又莫名地被塔卡身上散发出的原始魅力所吸引。她比马库更高大，肌肉更加发达，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种野性的力量。宇轩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接受。马库轻声安慰我，但请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吗？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，只能勉强点头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住在马库的小屋中，试图适应部落的生活。马库很体贴，没有强迫我接受塔卡，而是给了我时间去思考和适应。然而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发现自己竟然开始对塔卡产生了好奇和一丝莫名的吸引力。塔卡虽然不如马库有文化，但他有着一种马库所没有的热情和活力。他会给我带来他打猎的战利品，教我如何辨认部落周围的植物，甚至尝试用蹩脚的英语与我交流。有一天傍晚，马库外出参加部落会议，塔卡来到我的小屋。宇轩，他努力用英语说道，我想了解你。我们坐在小屋前，看着夕阳西下。尽管语言不通，但我们通过简单的词汇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。塔卡告诉我他如何在16岁时独自猎杀了一头狮子，成为部落中最年轻的勇士。他的眼中闪烁着自豪和热情，那种单纯的快乐感染了我。你很美，塔卡突然说道，他的手轻轻触碰我的脸颊。我喜欢你。我没有躲开，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悸动。塔卡的触碰粗糙却温柔，他的眼神中满是爱慕和渴望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情感。夜幕降临，马库回来了。看到我和塔卡坐在一起，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看来你们相处得不错。马库说道，宇轩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做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决定。我愿意尝试接受你们的传统。马库和塔卡欣喜若狂，部落里很快开始筹备婚礼。我的内心忐忑不安，却又隐隐期待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是一次文化体验，一次对爱的不同诠释，一次对自己极限的挑战。婚礼在1周后举行，整个部落都参与其中。我穿上了部落妇女精心准备的传统婚服，头上戴着用鲜花和珠子编织的花冠。马库和塔卡穿着象征勇士身份的兽皮和羽毛装饰，看起来威武而尊贵。在台湾，孩子的血统和父亲是绝对清晰的，但在这里，在这种婚姻形式下，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这太突然了，我结结巴巴地说，这是喜事。马库和塔卡异口同声地说，他们看起来毫不在意孩子的生父是谁。在他们的文化中，兄弟共妻所生的孩子都被视为家族的延续，父亲的具体身份并不重要。怀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部落，人们带着礼物前来祝贺，
酋长，我的公公更是欣喜若狂，宣布要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。我的儿媳妇怀孕了，我的血脉将继续延续。酋长激动地宣布，部落里的人们欢呼雀跃。然而，随着怀孕月份的增加，我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。非洲的医疗条件远不如台湾，最近的医院距离部落有几小时的车程。马库曾提议带我去医院做检查，但塔卡坚决反对，认为部落的传统接生方法足够安全。我们的母亲就是在部落里生下我们的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塔卡固执地说。但宇轩不同，他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，身体情况可能也不一样。马库据理力争，我夹在两人之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开始想念台湾的家人和医疗条件，尤其是每当夜深人静，胎动让我辗转难眠时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，如果现在在台北，情况会有多不同。怀孕5个月时，我遇到了第一次危机。一天深夜，我突然腹痛难忍，冷汗直流。马库立刻叫醒了部落的接生婆，她检查后摇摇头，表情凝重。情况不妙，可能是要流产了。马库翻译道，声音颤抖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害怕了。在这片远离现代医疗的土地上，如果出现严重情况，我和孩子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。塔卡也慌了，他不再坚持传统接生法，同意马库立刻开车带我去最近的医院。幸运的是，经过医生的紧急处理，危机暂时解除。但医生警告我，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，尤其是在怀孕期间。他建议我回到有更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待产。宇轩，许你应该考虑回台湾待产。马库小心翼翼地建议，等孩子出生后再回来。不行。塔卡激烈反对，孩子应该出生在部落，这样才能得到祖先的庇佑。两兄弟为此争执不休，我的心也陷入了两难。一方面，我担心自己和孩子的安全；另一方面，我不想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和谐。最终，我做出了妥协的决定，我会留在非洲，但搬到最近的城市居住，直到孩子出生。马库和塔卡轮流陪我住在城市，确保我得到足够的照顾。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，马库欣慰地说，你和孩子的安全最重要。塔卡虽然不情愿，但也接受了这个决定。然而我能感觉到他的不满，他在城市里总是烦躁不安，怀念部落的生活。怀孕7个月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整个地区，医院人满为患，医疗资源紧张。更糟糕的是，马库和塔卡所在的部落也受到了影响，多位族人感染，其中包括年迈的酋长，他们的父亲。父亲病得很重，我们必须回部落。马库告诉我，眼中满是忧虑。但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。塔卡担忧地看着我日益隆起的腹部。我会没事的，你们快回去吧，酋长需要你们。我强忍泪水，鼓励他们回部落照顾父亲。就这样，我一个人留在了陌生的非洲城市。马库定期通过电话联系我，但随着疫情加剧，通讯也变得困难。我独自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娩，恐惧和孤独如影随形。有几次，我几乎决定要回台湾，但每当我想到马库和塔卡，想到他们对我的爱和对孩子的期待，我就无法下定决心离开。再等等吧，我对自己说，等疫情过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然而命运再次捉弄了我。在怀孕8个半月时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，随后破水了。这比预产期提前了半个多月。我颤抖着拨打了马库留给我的紧急联系电话，但无人接听。完蛋了！我惊恐地喊出声，独自一人在公寓里，没有人能帮助我。幸好我的邻居听到了我的呼救声，立刻帮我叫了救护车。在前往医院的路上，我疼痛难忍，恐惧和孤独达到了顶点。我想起了台北的家人，想起了自己曾经的生活，突然后悔起自己的决定。我不该来这里的，我在救护车上喃喃自语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。到达医院后，情况更加糟糕。由于疫情，医院人手不足，我被安排在走廊的临时病床上。医生草草检查后告诉我，孩子的胎位不正，需要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。但是现在手术室都满了，你需要等待。医生说完就匆匆离开了。我躺在冰冷的病床上，周围是此起彼伏的呻吟声和哭喊声。没有家人在身边，没有丈夫的陪伴，只有难以忍受的疼痛和恐惧伴随着我。
那一刻，我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在这里，在这个遥远的非洲医院里，无人知晓，无人在乎。终于，在等待了近4个小时后，我被推进了手术室。由于麻醉师短缺，我只接受了局部麻醉，意识清醒地感受着医生在我腹部的操作。那种感觉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2次。是个男孩，恭喜你。医生简短地说道，随后将孩子交给了护士。我听到了孩子的第一声啼哭，但我却没有力气抬头看一眼自己的孩子。手术结束后，我被送到了普通病房，那里挤满了产妇，条件简陋得令人心惊。就在我认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时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。第2天，我高烧不退，伤口也开始化脓。医生诊断我患上了产褥期感染，需要立即进行抗生素治疗。情况很严重，我们会尽力而为，但不能保证什么，医生直言不讳。我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甚至没有力气去看我的孩子一眼。我开始后悔自己的所有决定，为什么要来非洲？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婚姻？为什么不早点回台湾？就在我病情最危急的时候，奇迹出现了。马库和塔卡终于接到了我的消息，不顾一切地赶到了医院。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出现在病房门口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放声大哭。对不起，宇轩，我们来晚了。马库紧握我的手，满脸愧疚。孩子在哪里？塔卡焦急地环顾四周，护士把孩子抱了过来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清自己的孩子，一个皮肤黝黑、头发卷曲的小男孩，有着混血而独特的面容特征。马库和塔卡看着孩子，眼中满是欣喜和骄傲。他很健康，真是个小勇士。马库抚摸着孩子的脸颊，声音中充满爱意。看着他们与孩子互动的场景，我感到一丝宽慰，但更多的是深深的疲惫和迷茫。我的病情仍然很严重，医生警告说，如果感染继续恶化，可能会危及生命。宇轩，我们决定带你回台湾治疗。马库突然说道，这个决定让我和塔卡都吃了一惊。回台湾？我虚弱地问。是的，你需要更好的医疗条件。我已经联系了台湾的医院，安排了紧急医疗转运。马库解释道，塔卡会留在这里照顾孩子，等你康复后，我们再一起回来。塔卡沉默了片刻，随后点了点头。你去要快回来。他艰难地用英语表达着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。就这样，在孩子出生后的第5天，我被安排乘坐医疗包机返回台湾。临行前，我看着熟睡在摇篮中的孩子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甚至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，就要暂时与他分离。别担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马库保证道，你只需要专心养好身体。塔卡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，让我最后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，却又无能为力。回到台湾后，我在家人的陪伴下接受了治疗。台湾先进的医疗技术很快控制住了我的感染，但身体的康复远比我想象的要慢得多。剖腹产的伤口愈合不良，留下了难看的疤痕。严重的感染也对我的器官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。医生告诉我，我可能再也无法生育。宇轩，你太冲动了。妈妈一边照顾我，一边埋怨，我早就说过，非洲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现在好了，孩子在那边，你在这边，身体也毁了。我沉默不语，心中却充满了对马库、塔卡和孩子的思念。每天我都盼望着马库的电话，渴望听到关于孩子的消息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马库的联系越来越少。起初还是每天通话，后来变成了每周，再后来是每月。每次通话我都能听出他话语中的犹豫和隐瞒。孩子还好吗？他开始长牙了吗？我迫不及待地问道。他很好，长得很快。马库简短地回答。塔卡很照顾他，整天抱着他不放。那你们什么时候来台湾看我？或者我什么时候能回去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宇轩，马库的声音变得低沉。关于这个，我想我们需要谈谈。就在我回台湾6个月后，马库终于说出了真相。部落里已经为塔卡安排了新的妻子，一个来自邻近部落的女孩。更让我心碎的是，这个女孩已经开始照顾我的孩子，孩子甚至开始叫她妈妈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我歇斯底里地喊道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那是我的孩子。我的宇轩，请理解，
孩子需要母亲的照顾。马库试图解释，我们等了你很久，但医生说你的康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，那你们就不能再等等吗？就因为我生病了，所以你们就抛弃我？我痛苦地质问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最后马库叹了口气，宇轩，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。酋长，我父亲在疫情中去世了，塔卡被选为新任酋长。按照传统，新酋长需要一个健康的妻子来巩固部落联盟，那你呢？你也要娶新的妻子吗？我苦涩地问道。我不知道。马库犹豫了，部落长老们希望我也能与邻近部落联姻，以加强我们的联盟关系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彻底碎了。我以为我找到了真爱，以为我有了新的家庭和归属，但现实却如此残酷。为了所谓的传统和部落利益，我被轻易地抛弃了，我的孩子也被夺走了。宇轩，我很抱歉事情变成这样。马库的声音中带着歉意，却又有一丝解脱。也许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局。你可以留在台湾，过回你原来的生活。塔卡有了新的妻子，孩子也有了完整的家庭。不，这不是最好的结局。我崩溃地哭喊，我为了你们放弃了一切。我的事业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健康，甚至差点失去生命。现在你们就这样抛弃我？马库没有再回答，只是说了声对不起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他通话，此后无论我如何尝试联系他们，都石沉大海。1年后，我终于从表弟那里得知了真相。他在一个国际志愿者组织工作，恰好被派往肯亚。我请他帮我打探马库和塔卡的消息。宇轩姐，我去了那个部落。表弟回来后，神情凝重地告诉我，马库和塔卡都不在那里了。据说他们因为部落权力争夺发生了冲突，马库被驱逐出了部落，去了城市生活。而塔卡和他的新妻子在一次部落冲突中丧生了。那我的孩子呢？我颤抖着问道。表弟摇了摇头，没有人知道那个孩子在哪里。有人说他被送到了孤儿院，也有人说他被马库带走了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彻底击垮了我。我的世界在一瞬间崩塌，所有的希望和期待都化为泡影。我曾经的爱情，我的孩子，我为之牺牲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。如今3年过去了，我依然生活在这段记忆的阴影中。我的身体因为当初的感染留下了永久性的损伤，我再也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。我尝试过重新开始设计事业，但每当我看到非洲元素的设计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。有时，我会梦见那个素未谋面的孩子，梦见他在非洲的阳光下奔跑，梦见马库和塔卡的笑容。但醒来后，面对的只有空荡荡的房间和永远无法填补的空虚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？我经常这样问自己，却始终找不到答案。我的故事就是这样，一个关于跨文化爱情的悲剧，一个关于勇敢追求却最终一无所获的故事。我不知道马库现在在哪里，不知道我的孩子是否健康成长。我只能带着这些永远的遗憾，继续我的生活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我攒够了钱和勇气，我会再次踏上非洲的土地，去寻找我的孩子，寻找我失落的爱情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只能在回忆中寻找一丝慰藉，在梦中与他们重逢。这就是我林宇轩的故事，一个台湾设计师远嫁非洲的真实经历。感谢大家听我讲述这段痛苦却又珍贵的回忆。如果你们中有人正在考虑为爱情放弃一切，请记住我的故事，慎重思考，不要让冲动毁了自己的一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